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一个非常历史性的画面，就是日本的5大车厂竟然爆发了测试数据造假所以这个丰田的董事长呢，丰田章男他就召开了记者会，他弯腰鞠躬数秒的时间，向股东呢以及这些就是等于说他车厂的爱好者，有些人就是冲着你这个品牌，我相信你而买呀，你破坏了我们对你的信任所以他就是只好鞠躬跟大家道歉。他说致上最诚挚的歉意那只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日本的国土交通部发现就是还不止丰田马自达、本田、铃木、雅马哈其实都有这样违规的情况那它是经由这个汽车认证的时候提交不正确或是经过人为操控的数据，那不是拿大家的安全在开玩笑吗？所以现在最新消息出来，就是丰田的总部遭到搜查，而且还有多款的这个汽车就是这几个违规的车厂的汽车已经是下令停售了。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造假风波越演越烈，恐怕会影响到整体日本的 GDP 那这个日经他们讲说，因为汽车产业是日本制造业的核心以价值来算，其实占了制造业的出口大概20%左右。那但是呢，现在日本真是雪上加霜它已经在这个全球的电动车产业已经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已经是碾压全球，那日本的销量大受影响那正在转型之期，日本的车厂又面临到这样的一个丑闻罩顶要跟西方企业竞争，欧洲的企业竞争，德国的企业竞争之外，还有来势汹汹的大陆品牌。那现在恐怕真的会直接重创他们的 GDP 很多人原本是预测说今年4到6月日本的 GDP 要反转就是可能要这个谷底反弹一下可是现在汽车的问题让这样子的一个预测恐怕又投下了阴霾那再来，欧美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汽车都只能采取这种围堵的措施吗？欧洲是不愿意跟进美国但是美国现在还不罢休美国的能源部长他们讲说现在接下来要调高大陆的进口电动车的关税4倍甚至是100%以上这对于这个美国的汽车产业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限制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自己美国本身的品牌。那欧洲来说的话，其实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卖到欧洲现在已经年增23%已经达到11.93万辆，占了整个欧洲的区域的规模1/5。而且呢，这个电动车的销量5月份的成绩单出来了，华尔街日报讲说这个比亚迪去年就已经击败了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品牌而且它的港股在周一上涨了5%，它5月份的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都超过了30万辆，维持了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那像是蔚来汽车跟吉利汽车也在上海这些股票都有上涨的4%跟3.5%。那5月份的销量也都是创了纪录蔚来汽车5月份的交付量甚至增长了2倍之多那因此你要在大陆这样的一个市场跟大陆的品牌竞争，现在连 BMW 都要开始参加割喉战了。其实本来呢，这个大陆市场里面，你看小米汽车的加入已经又带动这一波的这个汽车电动车的这个讨论度增高。那除了比亚迪跟这个理想其实都在纷纷有一个这个降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所以连 BMW 他们就讲说，现在官方的价格i3 的裸车从原本台币大概158万直接降到台币76万，降幅将近50%所以真的是打到骨折，要来抢这个市场。因为你现在不去抢的话，人家不用你慢慢就被淘汰了，所以必须得要这样子杀成一片那再来，大陆的财政部也祭出了以旧换新的最新补贴，它现在目前提供大概493亿元，希望老旧的车辆赶快通通都来换新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大陆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哇，满街全部都是电动车，什么比亚迪各式各样的品牌，然后你随便打车全部也搭到的都是这种新能源车那其实就是这个大陆整体来说的政策，鼓励大家赶快往这个新的电动车，又便宜又好。那再来欧美市场其实抢进中国大陆市场早就已经有脉络可循，可是你看日本倒是错失良机
我们来看1978年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访问日本哦，他其实原本也是参观了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比方像新日铁啊、日产啊，还有松下电器哦。他原本就是希望能够邀请日企来到中国大陆，但是呢，结果日本的这个汽车产业哦，反倒没有这个伸出手接住这个橄榄枝。他当时向日本企业抛出了，就是说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可是日本的车企哦，却是考虑了很久，最后就没有投资中国大陆。然后事隔了20多年之后，才有再进入到中国大陆哦。那其实原本邓小平对于日本的汽车的印象是很好。他当时呢，就是过世的时候的这个兵车哦，也是以这个双尾门的丰田为主。那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空档之中，倒是德国的大众汽车成立的上汽大众哦，进入到了这个大陆的市场，反而是抢得了先机。但是日本就算想要回来，恐怕也是一波三折。2012年的时候，西安砸车伤人的事件，当时就是因为钓鱼岛的事件哦。那其实中国大陆很多的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以开着丰田汽车的车主被堵在了路上。那当时也引发了一番的讨论哦。就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之后，日本的车企才开始又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就是有没有机会再去到大陆市场。在2018年的时候，又才有机会，等到了机会进来，但是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因为2018年那个时空，特斯拉也进去了，那中国大陆也在那个时空开始全力在支援往电动车迈进，而不去做柴油车，所以日本可能已经错失了它最好的那个时间点才去，而且现在也跟不上中国大陆这个新电动车、新能源车的脚步了。我们先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日本汽车界这次造假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被抓。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的510日本的510这个做卡车的是最有名的车也发现同样问题。就相关的检验数据，尤其安全检验数据它也是造假，结果也被日本的日本的这个交通省把它举发出来了，然后呢就造成510的车子的这个销售大幅的受影响，所以去年日本的整个的这个对外的贸易是入超，就是等于说输出比输入的还少。那有人说510汽车是一个也是一个造成日本的这个对外这个外销锐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那这次的话，事实上的话，感觉是规模更大，而且更让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不太敢相信，因为日本过去它极力在建造一个诚信社会的一个感觉那现在这么重要的这些五大汽车厂包括丰田，包括这个本田这些在国际上事实上我们过去开车这么多年对这两个品牌都还是有足够信心的，没想到也做了这种事。那这种事是极不道德的，因为它是对于有关的它的这个检验的时候在汽车检验的时候它数据造假，数据造假的话，你达不到标准的话，那你就回去把车子把它改进嘛。你比如说你安全的系数不够防撞系数不够那你就应该要改善这个车子，拿大家安全开玩笑。结果他用伪造数据的方式来做，这不就是摆明了欺骗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日本的汽车工业会造成重创。而且日本的这个交通省为什么出此重手我觉得他们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之前先把这个问题先把它解决掉。宁愿怎么讲呢？失血也不要让日本车将来让它的使用者受到因为他们这些在各种安全系统造成重大的损失，那时候再出手也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还是有他的这个怎么讲，有他的远见那赶快把这件事情公开的由日本政府把它怎么公开。你知道多严重？有33款车这5个购买33款车都有问题，然后一共涉及500万辆车，然后已经有6款车现在已经叫它立刻停产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对日本的汽车工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讲句不客气，这就叫做谋财害命。对，很严重的。你可以这样子卖这个价格，是因为基于大家对你的这些数据上面的信任，结果原来都是造假的。我们来问盛峰哥，日本字物美价廉，好维修，
保养便宜，大概是日本制，尤其日本汽车大家共同的印象。但是很抱歉，日本制的神话已经消失不见了。我把我个人的经历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看到马自达工厂的那个机械手臂看得整个下巴都快掉到下来，这么厉害，说转来转去，这个才是工业，这个才是标准，这个才是现代化。我想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了。我们再想想，假如在2019年，也就是这个疫情的那一年呢，假如你是一个大陆人，你拥有30万的人民币，你要去买一部车，一个呢是Benz BMW 三字头的 C Class 的这个简单配备的，大概可以买到那个；另外一个是国产的这个电动车，而且高配备的这个高能量的，你想你会买谁？85%到90%连想都不想，就用那个钱去买这一个Benz跟 BMW 的3或者 C 的低配的车子。到了2024年的今天，一样的30万摆在那里，一个是Benz BMW 3C 的高配备的车子，一个是30万中国大陆可以买的电动车，会买哪一个？大概颠倒过来，85%会买国产车。这个一连串的变化里，这告诉我们，整个的世界格局正在改变中。美国的这一个想要对中国大陆进行的惩罚是不会发生效果的，因为你本身没有产能嘛。你一切为什么？因为油电车的优势现在正被电动车的里程焦虑取消所换代的是什么？叫混动车嘛。所谓的混动车里就是电为主，油为辅。当我加上了油可以来产生电的时候，我现在的续航已经从纯电的200公里、300公里到混动的800公里，现在有号称到2000公里的，我们就不要讲2000吧，就讲1000，加了一桶油65公升可以跑1000公里。你告诉我，油车的优越性又在哪里？就那个里程焦虑感消失了嘛？消失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在整个的工业结构，尤其汽车是带动整个工业产业结构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可能都是必须到重新洗牌的时候。3年前，这个马斯克被问到，听说小米要造车，他那个表情，这的3声，果真3年后，小米造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今天不管是电动化，不管是智能化，不管是它的共用化，这3个讲起来，中国大陆是完全领先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的急攻，请记住，只有这一次吗？这几年来最大的特点，就日本的企业不断的在急攻中，不只是汽车，还包含我们的健康食品，红橘不是前一阵子才发生吗？所以物美价廉，日本制的神话，抱歉，已经消失了。好，来问舰长。我们今天讨论的造假，的这些车厂呢，是除了丰田、马自达、本田、铃木、雅马哈这些车厂，这些车厂是初犯吗？不是，在2023年去年的12月，事实上来讲就发现了大发、丰田、马自达、速霸陆这些车子就在造假。而且呢，以大发来讲，它的造假的内容可以追溯到1989年，这可是上个世纪呀。那而且呢，它是受检的项目174件造假，而且车型呢一共有64款，看一看这个到底有多严重啊？那刚刚那个盛峰老师讲到的，就是以前日本丰田取笑别人，但是呢，这个取笑往往就是错误的预测，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追上来这么的快，而且最近其实我们讨论过这个广告，可是这个广告我们要再深入，也就是以前我在讲钱学森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都是飞弹的弹道，可是这一次要讲的是时代的
回信。那他讲到的也就是钱学森当初啊，他就写了一封信，在32年前说希望这一些中国大陆的那个计划委员会可以想到说未来的车子是不是要改成电动的，电动是不是一个方向呢？那这个时代的回信，那当时人家没有忽略这一封信啊，他讲说这个纪发委他回信说非常赞成这个观点，那他们已经责成科技组，然后会组织力量来做计划调查，然后这个是国家的回信。然后我们刚刚在听主持人讲到说有关于 BMW 已经打到对折了，可是打到对折这件事情，比亚迪没有降价哦，大陆的这些电车没有降价哦，你 BMW 就竞争不了别人，然后你要打5折，这是什么？这是产业的回信。那我们看一看森林有没有回信？有，森林的回信，它就是说一部车子开1年，事实上来讲，就等于种了153棵树。然后当然蓝天也有回应，现在到北京几乎天天都是之前大家讲的 APEC 蓝，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使用这一种电动车，当这么多都在回信的时候，这个产业还有不兴盛的道理吗？而且之前拜登讲我要将这一个大陆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提高100%，那个川普讲说200%，对不起 ，BMW i3 的事情就告诉了我们，你就算是200%，比亚迪的售价一样赢过 BMW。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各国对于以色列的愤怒直接是发泄到以色列的大使馆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很多示威者是跑到了这个以色列的使馆外头抗议啊，比方说这个在旧金山、罗马尼亚的大使馆都成为了目标啊，民众把自己关在笼子里面来进行抗议哦，那甚至喊着说自由自由巴勒斯坦哦，那旧金山的挺巴的示威群众呢也聚集起来，警察是一边把人这个给抓上车，要赶紧平息这样的抗议。那罗马尼亚这边传出一名男子朝着以色列大使馆来丢汽油弹，甚至还试图自焚，最后遭到了警方逮捕。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示威，其实这次在旧金山爆发的示威有70人被捕哦。那甚至还有目击者讲说，警方接到通报之后到场呢，那他们是从这个大楼大堂带走了示威者，并且呢，这个被捕者的双手是被锁带反绑，而且押上了警车离开。那还有在以色列，他们是这个联合国外头的以色列国旗，他们这个抗议者是跑到这边来直接撕毁，扯下了以色列的国旗来撕毁，表达他们的愤怒跟不满哦。这也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用他们的行动来展示对于以色列的愤怒，就是因为以色列现在怎么就是不肯停火，怎么就是不肯和谈呢？那以色列是不是现在变成了一个中东的混乱制造者？那就有这个黎巴嫩的媒体讲说，英国警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本月中旬将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哦，所以看起来还没罢休啊。6月中旬又是一波新的攻势，那他们讲说这次可能会要扫荡真主党的一些势力哦。以色列参谋长还讲说，这个因为射火箭酿成了大火，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对真主党发动攻击。也就是说，这场战争还要更加的扩散开来，不只是加萨，他还要对这个黎巴嫩这边真主党都还要有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所以现在中东濒临到非常紧张的局势哦。伊朗跟以色列现在当然这个非常的焦灼哦。伊朗的官媒就讲说，以色列在3号的时候向黎巴嫩的阿勒颇发动空袭，其实在这场空袭当中还炸死了一名这个伊朗的军事顾问，所以现在仇恨再添一笔啊。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现在会不会
随着这个6月中的这个大规模攻势，然后让双方的局势更加升温，大家也有一点担忧。那拜登呢，这是不是没有办法让以色列踩刹车哦？那他现在讲了重话了。他说呢，以色列民众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总理纳坦雅胡正在拖延对哈马斯的战争，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一番话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来宾都是这么说的呀。现在终于是换到拜登这样子讲，这也是他首度公开对于这个 BB 就是纳坦雅胡表达失望跟不满。那他说，美国屡次告诫以色列别重蹈美国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覆辙，但是纳坦雅胡就是没有听进去，现在导致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哦。他说不要犯下我们当时犯的错误，结果以色列还是照样这么做的。那他这一番话就被人家解读啦，是不是因为拜登没面子？因为他喊出来停火协议，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结果纳坦雅胡3号就反对了他，他只好在4号的时候公布说，没有，我这一番话是5月28号这一番重话是我早就对他说的。看起来就是纳坦雅胡不愿意听拜登的，所以拜登只好赶快要找个台阶下，说我早就告诉他了，我早就警告他说不要借由战争来延续你的政治生命。那再来，现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制裁这国际刑事法院的法案哦，他们现在呢就是批准，就是说要对于以色列的高级领导人发出逮捕令。那这个法案是以247票赞成、155票反对而通过。那拜登以这个停火协议架住纳坦雅胡，美国的官员还帮忙放了一个消息哦，就说纳坦雅胡也是不知情的哦，是在拜登公布协议的几个小时前才告诉他的哦，表示说拜登还是有在做事情的。这是不是赶紧再挽回些什么呢？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谢老师怎么看？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已经打了啊，现在已经快要满1年了，往1年的时间迈进啊。那这场战争大家就说到底要什么时候截止？其实以色列一开始也讲得蛮清楚的，最早讲的比较赤裸的话，他说要杀光所有的哈马斯，对，后来就是说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说要完全瓦解哈马斯的战力跟军事能力，那现在显然他还没达到目的啊，还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他不会停止啊，这个谁都知道他的这个战斗意志非常的坚强，而且现在以色列的这个极右派，他那个财政部长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那个内塔尼亚胡对这场战争你有所迟疑的话，我们就要倒戈，你要非打不可。所以他现在这个战时内阁，它里面的强硬派是非打不可的。所以事实上，内塔尼亚胡他不打的话，他这个政府那事实上在内部的支持会有问题，他可能会面临倒戈。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看，就是内塔尼亚胡虽然外界受了压力，可是以色列内部支持他继续去消灭哈马斯的这个军事行动支持力道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强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仗已经打成这个样子那以色列可是问题，我们必须要掌握。以色列内部还是希望内塔尼亚胡继续打下去。那内塔尼亚胡他当然是考虑到自己内部的支持内部的民意对，所以他对这个拜登的很多说法他都是有想法的。拜登上个礼拜提出来一个具体的停火的3个原则，提出来以后，到了内塔尼亚胡他说可以，原则可以接受，可是有些内容并不妥，我们要修改一下。就像美国什么时候受过美国什么时候让人家去修改他的提议过，对不对？对啊。可是呢，尽管是这样，你看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内塔尼亚胡，美国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支持还是这么强内塔尼亚胡要修改你美国总统的提议，美国的国会还提案的叫支持，就是说要修理国际刑事法庭来怎么样，来支持内塔尼亚胡嘛。所以美国自己内部也是步调很不一致那前一阵还传出来内塔尼亚胡要去美国国会演讲，那不是就表示说美国整个国会都欢迎内塔尼亚胡那你今天这个拜登在那边对内塔尼亚胡说3道4不是都讲的都空话吗？那到底是真的假还是假的？而且呢，上一次在这个难民营里面这个以色列攻击难民营后来查出来证据，那个炸这个难民营造成60几个难民死亡的这个惨剧
那个炸弹是美国提供的。所以美国不是说不提供炸弹吗？那为什么以色列在难民营杀人啊，那个炸弹被发觉还是美国提供的？所以我觉得拜登是有一点在洗白的作用，表示啊，以色列这些做法的我都有反对啊，不是？可是呢，在上面台面上讲话讲的，底下还是递刀递枪。所以你说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真的觉得这个国际政治啊，还有哪有是非啊？只有强权。还是一个强权几公里的时代啦。那我们也为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平民啊，这种大量的死伤啊，真的很替他们这个不舍了啊。那希望国际社会还是有一点正义啊。对于虚伪的政客、虚伪的国家啊，我觉得还是要出面哈，大家能够制止一下。好，来请教舰长。我们如果看一下国内的媒体或者是欧美的媒体，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这个当下，也就是以色列正在用白磷弹攻击黎巴嫩南部，这个是由黎巴嫩的那个国家通讯社所提供的。这个因为它是在白天如果它这样子拍摄，其实看不清楚，但是从它这个爆炸的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跟我们一般的炸弹并不相同。这个就是白磷弹，但是如果拍近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的非常清楚，它是呈多点燃烧的部分因为白磷弹呢，它是使用白磷这一种化学物质，它在空气中会自燃，那自己燃烧那这种特性，如果打到我们的人的身上的话，那它其实它就会不断的烧穿你的皮，烧进你的肉，一直达到你的骨头，那个直到熄灭为止所以其实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武器1980年联合国就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这种常规武器的一个公约，而且更可恶的是以色列，他在1995年3月22号他就签署加入这个公约，也就是你不可以使用白磷弹那你现在为什么对黎巴嫩使用白磷弹？你当初不是说哈马斯你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完了吗？结果现在越打越大，从了加萨一直打到黎巴嫩，然后使用的武器越来越残忍，这个根本就不太像以色列当初我们的认知，或者是他自己的说法。而且我们实际上来看，美国不断的在利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争他们现在在加萨走廊之前17号的时候，在加萨走廊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浮动码头，这个浮动码头呢运进了1000多吨的无论是药品无论是食品进入到加萨，不过没有维持到10天，这个码头就垮了。那其实这个代表什么？美国其实它对于这一种抢滩或者是浮动码头的一个设置已经生疏很久了，而且它的装备都已经老旧了，所以才会如此那他现在又拿以色列没办法，这个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就是那个一直摇着狗尾巴，然后让美国根本在这个世界上面断送他的一个公信力。好，请教顺峰哥。霸权即是真理，这就是美国，这就是以色列，不然我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释。最近美国不是对中国指指点点吗？说你怎么可以把民用的物品卖给了俄罗斯，让他去制造精工的武器到乌克兰去杀人？那这个呢，我给你钢铁，我卖给你钢，你去造成子弹，我有什么办法呢？可是美国干脆就给你子弹，干脆就给你炸弹，有没有事？没有事。他们说别人都是一套大道理，他们说自己没事。以色列想当年他在诉说希特勒纳粹怎么样子来破坏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博得了全世界对他的同情和支持。现在的以色列对哈马斯、对加沙走廊、对平民、对小孩、对妇女、对病患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资格再让我们来？你还有什么资格再来谈谈
你当年所受的迫害呢？人类对以色列所有的同情，人类所有对以色列所有的宽容，通通都消失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曾几何时这么卑躬屈膝，这么低声下气，要面对了以色列的一个总理。各位想一想，这里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不是纳坦雅胡有多了不起，代表的是整个的犹太势力有多厉害，有多大，大到哈佛的校长、MIT 的校长，就这样必要被赶走；大到警察可以公然进校园来干涉学生的抗议活动。哎，这个是。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哦，这个汪文斌现在到了这个柬埔寨，就等于说中国大陆派驻柬埔寨担任大使哦。他原本是担任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然后在上个月24号主持了最后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就传出要卸任的消息。那大陆的官方也证实说，汪文斌将要出任中国大陆驻柬埔寨的大使哦。那他也讲说，感谢大家出席外交部例行一会。我们再见呐！那的确要到这个柬埔寨，柬埔寨是不是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现在是等于重中之重哦？那听到了这个汪文斌要去的消息哦，我们看看，这边就说要加大工作力度来推动中柬援助发展合作，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哦。所以其实他也是衔命而去哦，要让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战略位置更加的凸显出来，中柬的合作来取得务实成果是怎么样的务实成果呢？那当然老美很紧张哦。那我们来看看对照一下哦，美国的防长又赶紧去到了金边，因为这个柬埔寨跟中国大陆日益密切了嘛，所以奥斯汀赶紧去到金边，然后展开短暂的访问哦，希望可以扭转一下，而不是这个中国大陆跟柬埔寨越走越近，坐以待毙。可是真的有效吗？因为柬埔寨的影响力哦，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更胜于泰国、越南跟印尼哦。那现在目前这个泛亚铁路网哦，其实可以从云南昆明一直连到这个柬埔寨金边哦，现在只差这个最后一小步哦。那再来，柬埔寨也让这个中国大陆来开发施雅努省的云壤基地，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海军基地。那代表说，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军事上面的一个口岸哦。那难怪现在美国就坐不住啦，就要开始赶快要从中来做梗吗？还是说要赶快也来刷一刷存在感？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一些代理人，比方说像是日韩，现在也是一种貌合神离的感受吗？首先先看哦，因为美日韩的外交次长哦，他们在这个峰会上面讨论到了台海问题，他们就说反对中方哦这个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哦。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大使馆就怒呛这是严重干涉内政。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驻南韩的大使邢海明，他就说韩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哦，反复伙同美日就台海、南海的问题说三道四哦，这不符合中韩战略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精神哦是不利于中韩这个关系发展的，所以也敦促韩方在台海、南海的言行上面应该要更加的慎行哦。那其实呢，为什么说这个代理人貌合神离哦？就是 Netflix 有一部戏，这部戏叫做《The 8 Show》。那其实呢，这个韩国的网友发现说，这个韩剧里面提到了这个日本海，或者是这个它因为南韩称为东海，日本称为这个日本海嘛。那它在里面的西班牙字幕居然是把这个韩国的国歌歌词的东海标注为日本海，所以他们的这个教授哦，南韩教授就非常生气哦，就寄 email 过去要求要证明，就说应该要以我们南韩的称法叫做东海啊，怎么可以配合日本去呢？那其实日韩之间一直有矛盾哦，是因为尹锡悦现在才跪下去。那其实韩国一直对于日本的一个矛盾心情都是还存在着，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了旭日旗的时候，就会勾起这样子的一个记忆。那我们看到环球网就援引韩国的民族日报报道，韩日两国就防止
建机矛盾重演对策已经达成一致，但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哦，日方竟然提出一个要求，他就说你韩国要来认可我们自卫队可以使用旭日旗是没有问题的。哇，这个韩国当场就是愤怒起来，就是什么道理啊？你当初这个旭日旗是怎么样在残害我们哦，勾起他们的一些民族上面的一个回忆。那所以你看到这个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兵务号。导弹护卫舰悬挂着这个旭日旗驶入，在2023年的5月那时候的新闻哦。韩国的釜山海军作战基地哦，他们也参与了韩国政府主导的多国海上演习。但是呢，你用着挂着旭日旗的船舰开进来，当场引发了韩国国内一阵这个抗议之声哦。因为南韩是视这个旭日旗为侵略，就是日本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个象征。你这样子在我们面前挥舞着这个我们昔日伤痛。看到会感触引发的这样的旭日旗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恐怕现在日韩还有一些矛盾要有待解决。那反过来我们来问这个盛峰哥怎么看呢？现在柬埔寨的这个位置为什么让美国这么紧张？美国紧张也没有用。这几十年的历史，当时的中越惩越战争啊，之所以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越南统一了之后，那越南呢就要去并吞柬埔寨跟辽国。中国大陆呢，就严重的警告，力称这两个国家，说你不可以去进攻柬埔寨、进攻辽国。当这两个国家被越南侵略的时候，中国是力挺到底。最后为了表达这种力挺的决心，然后就发动了对越南的惩越战争。那这一场仗把越南打趴了之后呢，那让辽国跟这个柬埔寨呢有了一个重新的机会。第二个，只要想到中辽铁路在兴建的时候，您知道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吗？不是挖隧道，也不是这个工程有多困难，而是沿途里面非常多的地雷跟未爆弹，这是美军所留下来的，要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清除了之后啊，才能过来施工。那你想想看，这样子的柬埔寨，这样子的辽国，面对了美国，他们想到的是什么？面对中国想到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整个的地缘角度来看，辽国跟柬埔寨里面，假如它的经济要再复苏，假如它的国家成长要再有希望，所依靠的绝对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大陆给予的经济援助，给予的基建的协助，尤其中辽铁路的成功，带动了整个东南亚国家对于整个泛亚铁路兴建的迫切感，因为这一条铁路让整个的辽国几乎在经济上是翻倍再翻倍的。柬埔寨也想搭上这个列车。更重要的，柬埔寨跟中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互补点，就是银朗海港。这个港口，假如让中国能够顺利的跟柬埔寨之间取得一个合作的协议跟处理的时候，整个南海的局势又有很大的不同。那美国急就让他急吧，干着急是没有用的，因为呢，这个临阵才磨枪啊。然后呢，这个考试前才要抱佛脚，烧香来不及了。就像在整个的那个太平洋啊，很多的南太平洋的很多的小岛上，澳洲多么傲慢，美国多么的傲慢啊，等到跟中国一接近了，他们开始来表示友好了，一样都是来不及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美国应该要好好的重新思考他自己的战略。第二个就是日本必须记住一件事，二次大战的后遗，就是我们讲的战后遗绪啊，叫二次大战的战后遗绪，日本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解决了吗？到底是侵略或者进出解决了吗？这对中国是侵略或是进出？对于南京大屠杀肯不肯承认，肯不肯面对？对于把二次大战被国际法庭宣布的战犯放进了这个建国模式，很抱歉，我把它叫模式啊。那本来是神社，是公共的那一些对日本有贡献的烈士啊，结果把世界公认的战乱放进去后，那人是神，那变成魔了。这些人竟是对前辈的羞辱所以在这样一个日本的二战以后的遗绪，太多没有解决，包含台湾在内，台湾的延吉日本兵解决了吗？发个慰问金就算了吗？第二个，当时台湾的延吉日本兵在
二次大战作战的时候，那么是薪水是没有领到的，是只有领到邮政储金，然后上面写数字的，然后他走了，有解决吗？好，跟台湾这样，大家都可以忘记，有一个国家没有忘记，那就是韩国。中国是不要刺激，刺激就会想起来。那台湾呢？不管怎么样子，他都会忘记。但是人家韩国是没有忘记，所以那个细日旗，那个代表日本的军旗，从前出现在韩国的时候，韩国就会想到怎么样子被丰臣秀吉来羞辱，怎么样子中国来帮他，怎么样子在甲午战争之前，怎么样子侵略南南，怎么样子统治南南，怎么样子欺凌南南。这个不是南南啊，是韩国。他们是记得的，所以日本这些问题不解决，想这样子来混呢，我认为是难混过关。台湾的人会忘记，韩国的人绝对不会忘记，中国刺激了他就会想起来。好，来问季老师。汪文斌他这个出任这个塞内加尔不是这个柬埔寨大使啊，我觉得跟他这个过去的表现很好，一定有关系的啊。这个。驻外的大使有很多种啊，这种邻近国家的大使啊，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其他就是世界上的强国啦。那这种邻近国家，柬埔寨跟中国大陆虽没有直接接壤，可是很邻近的国家，而且关系非常的深了哈。那我看了一下汪文斌，事实上他的整个在外交这个生涯里面，他的语言专长是法语，所以他过去我看了他工作资历，他在外管的工作有塞内加尔。有摩里西斯，还有突尼西亚，这是他应该是第二次出任大使。他原来担任过做突尼西亚的大使。那这些国家都有法语的背景啊，包括塞内加尔是法语系的国家啊。突尼西亚以前是这个法国殖民地嘛。那柬埔寨事实上以前也是属于所谓的法国在东南亚殖民的时候属于法属印度支那，那就是说当时越南、柬埔寨跟辽国。都是在法国的殖民统治，所以这个在整个的社会上法国对于柬埔寨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法国的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前任国王这个西哈努克他的夫人就是有法国血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有法文背景事实上对他在柬埔寨工作事实上可能是会有帮助的那另外一方面，他这个。因为他在中国大陆整个外交界里面，他算是知名度很高的，所以他去突尼西亚，大家就他去这个柬埔寨，大家就会联想到中国大陆很重视柬埔寨的关系，所以派这个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表现很好的外交官去那边出任大使我想也是表示对柬埔寨这个国家的重视。那这几年你可以看，就是说，虽然柬埔寨它的这个总理现在已经由原来的洪森换到洪马内，也就是洪森的他的公子那洪马内事实上的话，他是这个在美国念的是西点军校，所以他跟美国也有点渊源。可是呢，柬埔寨这个政府现在能够维持稳定，跟他的这个主权完整那跟中国大陆在这个刚刚这个主席讲的，就在这个在越战结束以后就是说。越南实行大越南主义的时候想要并吞柬埔寨，如果当时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出手柬埔寨可能就被越南给并吞了那所以这个柬埔寨跟中国大陆关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伙伴关系就非常的密切。那在这个东协的10国里面大概支持中国在东协的立场的国家里面，10个会员国里面柬埔寨是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不支持中国大陆的，所以就是说，在铁杆来讲，东盟10国里面，真正中国大陆的铁杆，柬埔寨，那柬埔寨除了它这个历史渊源还有就跟中国大陆的利益相同然后有这个革命感情之外，它现在这个国家正在积极发展经济，而且它自己本身的条件不错，然后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它右边是越南，左边是泰国。那它其实就东南亚的历史上来讲，柬埔寨过去是整个东南半岛真正最强的国家，文明也是最高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跟柬埔寨这个发展如果说这个战略关系维持好的话，那对整个跟东协的关系它有这种怎么讲呢，锁定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看到这个
这个汪文斌去柬埔寨啊，我觉得他已经在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国际援助的机构已经在谈了。我想这个他一定会觉得责任很大吧。我看这个大陆有一个用词就是巴铁。巴是这个铁杆嘛，然后碱钢就是钢铁，这两个就是非常重要，都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来问一下舰长。如果说我们看一下云壤海军基地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4月7号的照片，它停泊了2艘，这个是056A 的一个轻型的护卫舰啊。那这个护卫舰呢，它不是4月初才到的，它其实在2月就已经到了。那如果说我们把最近解放军跟柬埔寨所进行的这个军龙演习啊算进来的话，其实解放军的舰队啊已经在柬埔寨待了5个月了。那有很多人当初在看到这个云壤海军基地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讲说，这未来要停航空母舰的，这个就很外行了。为什么？海军看到这件事情啊，第一件事要去做研判，第一件事要去做看什么？看海图嘛。如果你去看海图的话，云壤海军基地它的附近的水深啊，也不过最深的地方10公尺。那浅的地方甚至只有2公尺啊！你的那个航空母舰吃水动辄超过10公尺，怎么开得进去呢？不要看到人家码头长，你就觉得那个是靠航空母舰，这很外行啊。那云壤海军基地它的地缘的重要性在哪里啊？我们从这就会看得出来。现在菲律宾一直在闹的仁爱礁就在这附近啊，就在美济礁的东边啊，跟巴拉望岛之间。那其实云壤海军基地也就是可以作为这个储备永暑美济这3个岛的一个后面的支援，而且它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它可以提供支援之外，另外的也就是说未来如果真的变成一个常态性的驻军的时候，如果美军要从新加坡的章鱼海军基地上来的话，事实上解放军也可以截击啊。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云壤海军基地的重要性啊。不过我们在谈军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经济啊。我们来看中寮铁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YouTube。中寮铁路你进站的时候，你用的 APP 上面可以显示中文，它的检票员会讲中文，它上面的服务员会讲中文，然后坐的人数非常多，不是那种高价大家坐不起，没有，坐的人非常多。为什么？因为有非常多中国内地的从昆明出发到也就是辽国永贞的这个地方啊，也就是它的首都，非常多的人员往来，只要有开路，国家就会付。那你美国给什么？美国除了给弹药打得乱七八糟之外，你又给哪一个国家高铁？你自己都没有高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